所以大家一定要确定你的兴趣真的是你投入之后，或者是你在那个职场上班之后，还会继续保持这个热情吗？如果你没有继续保持这个热情的话，我相信你应该也是很快就不想做了，而且外加一个附加条件，就是你也会失去对这个兴趣的热衷，后面你就退坑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五阿哥快乐频道。这一次我挑战的10天日更企划，失败了。在这边呢，我要跟大家说一声，谢谢，对不起。谢谢的部分呢，是因为真的感谢各位在前5天有在支持我频道，或者是有看我频道的朋友，真的非常的谢谢你们。那对不起的部分呢，也是跟各位说对不起，我没有达成我的目标。那另外呢，也是跟我自己对不起，就是没有达到自己所要的期望。因为这个企划呢，我是前2个礼拜就开始制作，并且就做好安排时间的。那后面想说，好啊，那我就开始再继续拍影片，然后慢慢的排行程，把它排上去。然后谁知道越做越后面呢，发现怎么好像时间赶不上了。不得不说，这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老天爷的一句话。那究竟我是遇到什么变化呢？这个变化我不想说，反正失败就失败了，我也不想帮自己找理由。但是我还是要保持运动家的精神，把这个企划一系列做完。一定会有人想说反正都已经没日更了，那怎么把企划做完了？没错，没有日更，但是我的更新速度会比之前的周更还要快。再来呢，影片的时长我也是抓到8分钟以上。那分享也是除了我个人平台之外，其他要分享的还是要靠各位朋友去帮忙分享。OK， 那前面的已经讲完了，那今天呢，我有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因为毕业季刚过，有很多朋友现在毕业了，准备要开始找工作，但不知道荧幕前面的你找到工作了没有？还是你正在找工作？我相信一定有一部分刚毕业的枪友想要到生存游戏用品店上班，但是我想问各位，你准备好了吗？可能我这样子问会比较笼统一点啦，那不然这样子我提出5个问题问大家。第一个，你是外向的人吗？你身边有没有许多朋友喜欢找你聊天？第二个，你做过销售吗？那销售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你做多久？第三个，你是否对某品牌或某产品有特别的成见呢？第四个，你之前做过的工作，不管是打工或是其他的，你有自动自发的对自家产品做过研究或了解吗？第5个，如果你来生存游戏店上班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或者是你待的时间长短，会影响到你对生存游戏的热忱吗？以上5个问题，我问的还算是非常的基本。那接下来我慢慢的帮各位解答，为什么我要问这5个问题。第一个是有关于个人的外向的个性问题以及聊天的部分，因为在销售的过程当中聊天真的是占了非常大的成分在。毕竟大家都是玩家，一定有去过枪店里面购物跟消费。那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进去店家的时候，发现你问什么问题，然后店员都不会鸟你，或者是说店员什么都不知道，那你之后还会来这个枪店吗？那再来，大家再试想一下，如果你今天进到一个枪店里面，你遇到这个店员无所不知、无所不达，就算他对产品没有非常的了解，但是他想办法要帮你解决。再来，你撇除产品的问题，你发现这个店员跟你聊的非常的合，非常的就是key 就是有对到，那后续你会不会跟这家店的这个店员继续做消费？我相信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大家可以试想一下，今天你是消费者，那你会去找哪一种店员去做消费呢？那第3个问题呢，就是问你是否有做过有关销售的工作，那做多久？因为我刚刚讲过，来枪店上班的大部分都是来做门市，一定会接触到销售的东西。当然之前有做过销售的区块的朋友，一定会得心应手。销售有分，你有做过多久，也一定的会影响到你的经验值，以及对待客人的服务啦，还是说交谈或者是推销过程当中，会让你比较顺利。
那如果没有做过销售朋友呢，也没关系，毕竟你才刚出社会，对社会人来说呢，你也是一张白纸。重点是你有没有把自己的心态掏空，重新接受，虚心学习。第三个，你是否对某品牌或某产品有特别的成见呢？如果你有对某品牌或是某产品的坚持的话，相信我，这对你来说是非常大的用处。为什么？因为你比其他人更了解这个品牌或这个产品。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今天这个客人他的要求或是他的一些条件没有达到你这个品牌的话，那你是不是就不会卖其他的产品了？我这样举例好了，今天有客人进来，他可能只想要花2000块买到一把手枪，但是你今天非常了解马路易，或是非常的了解 VFC， 但客人的预算就是2000块以内，你有办法让客人去购买3、4千块或4、5千块的产品吗？你可能2000块可以再拉个差不多400、500块上去，但是你有把握可以再拉到1、2千块上去吗？我相信很多人比较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方式，这又回到之前销售的部分了。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取决于客人他自己的预算或他本身的条件或是他的要求。虽然现在有个东西非常方便，叫做零卡分期，但是这个也不是所有客人都适用，毕竟申请这个也是需要一些条件的。所以这个我们先把它排除掉。在此建议，如果真的有心要到生存游戏用品店上班的话，你一定要抛弃你所有的成见，或是抛弃所有的一些品牌迷思，或是你自己的想法，要去接纳更多的东西，你才有办法，没有办法说全部，但是可以让许多大部分客人去接受你的销售方式。那接下来第4个问题就是你之前做过的工作有没有对自家的产品做了解或是研究？其实这个非常的重要哦，就是第一个，你首先你要知道你卖的是什么东西，那它的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如何去跟客人强调这个优点，弱化这个缺点。如果有更厉害的话，也可以把缺点讲成优点，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方式。虽然呢，我没有了解非常多的枪款跟非常多的装备零件之类，但是我还是会自己去研究或是自己去了解，这些都是你下班之后或者是你休假的时候再帮自己多做一些功课，每天都去做一点或者是去了解一点，之后会慢慢累积，后面的话你的知识库会非常的强大，或是非常多的方式可以去跟客人做沟通。有了这些基础，你再搭配刚刚我讲的一些沟通啊、销售业务的技巧的话，其实你的客人就可以变得蛮多的。那第5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未来不管发生任何事，你都会一直很热衷于生存游戏吗？为什么我会把这个问题摆在最后一个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一项问题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像今天我是玩家的话，我看到什么枪我都喜欢，什么新产品我也喜欢。但是如果你今天换个环境的话，你来到了枪店这个位置上班了，不管你喜欢的、你不喜欢的装备还是枪都好，你每个都要知道，你每个都要了解，甚至有可能你只喜欢玩，不喜欢拆，不喜欢修，但是后面你还是要去学会这些东西。而且你经历了客人挑商品、客诉、解决客人问题、购买、售后服务一系列有的没有的问题，一大堆解决之后，你确定你还会对这个生存游戏有信心吗？或者是说你只喜欢这样产品或是这个品牌，你没办法接受，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没办法接受的话，后续你要怎么去再多吸收一些新的知识进来，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确定你的兴趣真的是你投入之后，或者是你在那个职场上班之后，还会继续保持这个热情吗？如果你没有继续保持这个热情的话，我相信你应该也是很快就不想做了，而且外加一个附加条件，就是你也会失去对这个兴趣的热衷，后面你就退坑了。以上我讲的是非常基本的东西，可能这集我讲会比较严肃或是比较死板一点，但这个是真的非常需要用到的。当然，在枪店上班不只是以上这5样事情，还有其他包含网络上面购物啦，然后
修枪啦，然后上架哩哩扣扣的一些杂事，以及你与同事上面的人际关系，或者是说一般职场的人际关系，到后面也会越来越多，所以不只是以上这5个问题而已。如果上述我讲的你都 OK 的话，恭喜你，你通过了这个及格的门槛，但后面你还是要学习非常多的东西。所以看完这一集，不知道荧幕前面的你会觉得兴趣与工作结合很好吗？请在以下留言区里面留言。1，我觉得很好啊，兴趣与工作做结合，就算我之后不喜欢好了，但是我保有这个工作的熟悉度。2，不好，工作归工作，兴趣归兴趣，两个不能结合在一起。3，我兴趣跟工作都是分开，所以不确定。4，其他麻烦在底下留言区告诉大家，或者是说发表你的想法都可以哦。OK，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顺便开启小铃铛，打开全部通知。如果你有任何私讯想要私讯我的话，可以在我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你要私讯我的话，可以在我的粉丝专页上面私讯我，以及 IG 上面密我也可以哦。忘了说，记得粉丝专页跟 IG 都要追踪跟按赞起来。好，今天就这样子，我是沃克，下次见，拜拜。